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个每周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地道的中文跟大家聊聊中文学习和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。上个星期我们聊了英文里的 mean 在中文里怎么表达，比如在朋友开玩笑打闹的时候说 You're so mean 可以翻译成讨厌了，你太坏了。但是如果语气不一样，关系不一样，这句话也可能要翻成你太刻薄了，或者说话真伤人。所以 mean 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，要看语气，看关系，看具体情境。那这期我想跟大家深入聊聊为什么 mean 没法直接翻译，还有在中文里不同性别在表达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语言风格。在英文里，像 mean 这样的词是一个情绪色彩很浓，但是不太具体的表达方式。你可以对一个开玩笑的朋友说 You're so mean， 也可以用同样的词去形容一个不怀好意的人，而听的人通常能从语气和关系中听懂你真正的意思。但是中文更倾向于把话说清楚，具体情况有针对的具体用语。你是觉得对方开玩笑开得太过分了，还是他说话太直接，不顾你的感受？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表达。中文根据行为和影响来判断说什么，而不会用一个词去打包这些情绪。学中文不仅仅是学词，还要学怎么换一种思维方式表达情绪和人际关系。而且在轻松的语境下，中文表达可能还有一些性别风格上的差异。女生可能会说讨厌啦，烦人，你太坏了。这些表达语气轻快，带点撒娇，也很常出现在亲密关系中。男生呢，他们可能更会说找打吧，欠揍啊你，滚，这样的话，虽然听起来像在威胁，其实是在打趣儿，是在说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，我也没当真。不过如果男生真的觉得对方太 mean， 说话越界了，那表达的方式也完全不同。他们通常不会说你真过分，或者你太刻薄了这种描述性的话，而是会直接表达对抗或者建立边界。比如你放尊重点儿，你有病吧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在中文语境中，男生回应 mean 的方式常常是通过语言上的反击或者威胁感来传达情绪边界，而不完全是描述对方的行为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。当然，这个也不是一概而论，需要大家去具体在人际关系中摸索。从撒娇到对抗，中文的表达维度非常丰富，但是都需要你去判断语气、关系和场合，再决定用什么词。所以虽然中文里没有一个万用的 mean， 但是我们有很多词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你的感受和回应。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像 mean 这样让你觉得是翻译不了的英文词呢？欢迎您留言或者写信告诉我。如果您觉得5分钟中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